地球冰川突然全部融化，会发生什么？每日助眠2000秒，我是睡语深空，你可以后台播放，准备睡觉了。第1章，66米高的海啸。NASA 的数据清晰地告诉我们答案：如果地球上所有的冰川和冰盖，包括南极冰盖、格陵兰冰盖以及各大洲的高山冰川全部融化，全球海平面将上升超过60米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目前地球上大部分沿海地区都将沉入水下。让我们用一些具体的例子来理解这个数字。中国的上海，这座繁华的国际大都市，平均海拔只有约4米，60米的海平面上升，意味着整个城市都会被海水吞没。日本的大部分沿海平原，包括东京、大阪等重要城市，也将不复存在。美国东海岸的纽约、华盛顿、迈阿密将变成水下遗迹。荷兰这个以围海造田著称的国家将失去1半以上的国土，甚至连地势较高的城市也无法幸免。孟买、加尔各答、达卡这些亚洲重要的港口城市都将被海水淹没。孟加拉国这个拥有1.7亿人口的国家，可能整体沉入水下，成为历史。你可能会想，这些都只是预测，是最坏的情况。但我接下来要告诉你的一组数字，可能会让你重新思考这个问题。从1993年到2000年，全球海平面平均每年上升约2.1毫米。这个速度已经足够让沿海地区的人们感到担忧，但从2015年到2024年，这个速度已经翻倍，达到每年4.7毫米。也就是说，在过去10年里，海平面上升的速度加快了超过1倍。而2024年的数据更令人震惊，这一年全球海平面实际上升了0.59厘米，超过了 NASA 预测的0.43厘米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现实比预测更糟糕。气候模型可能还不够保守，实际的变化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发生。让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，想象一下，你有一个浴缸，里面装满了水，现在你把一个篮球放进去，水面会上升多少？微乎其微，几乎察觉不到。但是，如果这个浴缸不是普通的浴缸，而是整个地球的大陆架呢？如果篮球是整块大陆呢？这个类比可能还不够准确，让我换一个说法：地球表面的70%被海洋覆盖。如果把所有冰川融化的水全部注入海洋，就相当于在浴缸里再倒入一个太平洋的水量。你能想象那个场面吗？当然，冰川全部融化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。科学家估计，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，这个过程也需要数百年，甚至上千年。但问题是，我们正在加速这个过程。每一吨排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，都在为这个灾难添砖加瓦。海平面上升带来的不仅是海水的入侵，还有更致命的问题——土地盐碱化。当海水渗透到地下水系统，土壤会变得不适合种植粮食，沿海地区的生态系统会被破坏，渔业会崩溃，数以亿计的人会失去家园和生计。而且，海平面上升不是均匀的，由于地球自转、海洋环流和地形等因素，不同地区的海平面上升幅度会有很大差异。有些地方上升得多，有些地方上升得少，
但无论如何，沿海地区都将面临灭顶之灾。电影《2012》中描绘的洪水场面，或许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我们未来的命运。虽然我们不太可能看到电影中那样戏剧性的灾难，但缓慢的、不可逆转的海岸线消退正在真实地发生着。人类用了几千年学会与海岸线共存，我们建造港口城市，发展海上贸易，创造了灿烂的海洋文明。从威尼斯到阿姆斯特丹，从上海到纽约，人类文明的精华几乎都集中在沿海地区。而冰川融化会在短短几百年内让这一切归零。几百年听起来很长，但对于地质时间来说，这只是一眨眼。对于我们正在成长的孩子，对于他们将要面对的未来，这并不遥远。现在，让我们把目光从海岸线移开，去看看那些白色的冰川本身。在接下来的章节里，我们会发现，冰川的功能远不只是储存水那么简单，它们是地球的空调，是气候系统的调节器，而它们的消融会引发一系列更加惊人的连锁反应。第2章，阿尔贝斗效应。阿尔贝斗这个来自拉丁语的词汇，意思是白色。在气候科学中，它指的是一个表面反射阳光的能力。简单来说，白色的表面反射能力强，黑色的表面吸收能力强。想象一下，夏天你穿什么衣服？穿白色的 T 恤，感觉没那么热；穿黑色的 T 恤，很快就会出汗。这是因为白色把阳光反射回去了，而黑色把阳光吸收进来。现在，让我们把这个概念放大到地球的尺度。冰川就像覆盖在地球表面的一面巨大的白色镜子。根据科学家的测量，冰川表面可以将约80%的太阳辐射反射回太空，只有约20%的能量被吸收，用来加热冰面和大气。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。想象一下，如果地球表面完全没有冰雪，全部是深色的岩石和海洋，那么它只能反射约10%到20%的阳光，其余80%到90%都会被吸收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地球会吸收更多的热量，温度会急剧上升。现在的地球平均反射率约为30%，这30%中大部分是由冰雪贡献的。南北极的冰盖、高山的冰川、云层都是地球的防晒衣，它们共同维持着地球的温度平衡，让生命得以存在。但是，当我们失去这些冰雪时，会发生什么？科学家们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解释：当北极的海冰融化，深色的海水暴露出来，原本白色的防晒衣被脱掉了，地球开始裸晒，吸收的热量成倍增加，温度上升得更快，而温度上升又导致更多的冰雪融化，形成一个无法停止的恶性循环。这就是气候科学家们最担心的情况——正反馈效应。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。假设有一个房间，里面有一台空调和一层隔热层。现在，你把隔热层拆掉了，空调必须更努力工作来降温。但即使如此，房间的温度还是会上升，而温度上升又让你想开更冷的空调，能源消耗急剧增加。在气候系统中，这个过程更加惊人。
北极的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的数倍，被称为北极放大效应。过去40年里，北极地区的气温上升了约3到4摄氏度，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到3倍。这正是因为阿尔卑斗效应。科学家们警告说，北极和南极地区的融冰会对全球气候产生长期影响，这些影响可能改变整个海洋环流，从而影响全球的气候模式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这是正在发生的现实。让我们把视线转向南半球，在南极，科学家们发现了更加令人担忧的现象。南极冰盖是地球上最大的单一冰体，储存了约70%的地球淡水。如果它全部融化，会让海平面上升约60米。我们之前已经讲过，但南极的问题更加复杂。温暖的海水正在从底部侵蚀冰盖，就像一个巨大的加热器在慢慢烤化冰块。卫星观测显示，南极冰盖的质量正在加速损失。过去几年，南极冰盖损失的速度已经是10年前的2倍，而且南极冰盖的稳定性比科学家们预期的要差。一些研究表明，南极西部冰盖可能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崩塌过程。即使我们从现在开始停止排放所有温室气体，这个冰盖也可能在1到200年内完全消融。这就是阿尔卑斗效应的可怕之处，它不是线性的灾难，而是指数级崩溃的启动键。每融化1寸，地球就变得更热1分，更热1分又会融化更多。这是一个加速的过程，一旦启动就很难停止。但是冰川的影响远不止于温度，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海洋，看看那些融化的淡水如何改变大海的运行方式。第3章，大西洋经向翻转。现在让我们来聊聊一个可能改变整个欧洲命运的重大发现——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。科学家们简称它为 AMOC。 在我们开始之前，先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：电影《后天》中，欧洲被突如其来的极端寒流笼罩，整个大陆被厚厚的冰雪覆盖。电影固然是虚构的，但它背后的科学原理却是真实存在的，而这个原理正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 AMOC。 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是什么？简单来说，它就像一条看不见的传送带，在全球海洋中循环流动。这条传送带从赤道出发，带着温暖的海水向北流动，到达北大西洋。在这里，温暖的海水遇到冷空气，开始冷却，密度增加，变重的海水下沉，然后沿着海底向南返回南极海域。这个环流系统携带了巨大的热量，北赤道的温暖海水流到北欧，释放出大量热能，让欧洲的气候比同纬度的其他地区温和得多。如果没有这个环流，欧洲的平均气温可能会下降5到10度。想象一下，伦敦的冬天变得和莫斯科一样寒冷，这就是没有 AMOC 的欧洲。但是现在，这条传送带正在出问题。科学家们在过去几十年里持续监测 AMOC 的强度，发现它正在持续减弱。2023年，一项发表在《自然气候变化》杂志上的研究指出， AMOC 已经创下过去1000年来最弱的记录。
这是一项令人震惊的发现，因为 AMOC 的减弱速度远超气候模型的预测。那么，是什么导致了 AMOC 的减弱？答案就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冰川融水。当格陵兰冰盖和北极冰川融化，大量的淡水注入北大西洋，这些淡水比海水轻，而且温度更低，它们改变了海水的盐度和密度，破坏了 AMOC 的驱动引擎。简单来说， AMOC 需要高盐度、高密度的海水才能下沉，但现在淡水把它稀释了，环流失去了动力。这就像一辆汽车的发动机出了问题， AMOC 这辆气候汽车的发动机正在熄火，它已经无法像以前那样高效地把热量从赤道运到北欧。科学家们警告说，如果 AMOC 完全崩溃，欧洲将经历急剧的降温，在10年内，北欧的平均气温可能下降5到10度。这不仅意味着更冷的冬天，还意味着农业崩溃、生态系统瓦解、社会动荡。电影《后天》中描绘的场景虽然夸张，但并非完全虚构，而且 AMOC 的影响远不止于欧洲。AMOC 是全球气候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的改变会影响全球的天气模式。热带地区可能会变得更热、更湿润，而北半球高纬度地区可能会变得更冷、更干燥。季风模式可能会改变，降雨带可能会移动。这些变化会影响到数十亿人的生活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 AMOC 的崩溃可能是不可逆转的。一旦这个环流系统崩溃，要恢复它可能需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。这是因为海洋是一个巨大的热库，储存了巨大的能量。要改变它的运行方式，需要同等巨大的能量输入。科学家们正在密切监测 AMOC 的状态，他们在北大西洋放置了各种监测设备，追踪海水温度、盐度和流速的变化。一些研究表明， AMOC 可能正在接近一个临界点，一旦越过这个临界点，崩溃可能就会发生。当然，关于 AMOC 的未来，科学家们仍有争议。一些模型显示 AMOC 会减弱，但不会完全崩溃。另一些模型则显示崩溃的可能性正在增加。但无论如何，有一点是确定的， AMOC 正在减弱，这是人类活动造成的事实。这就让我们面临一个深刻的问题：当地球的空调开始吹冷风，最先冻僵的不是北极熊，而是伦敦、纽约、北京的居民。我们以为全球变暖只是变热，但实际上它带来的变化远比变热复杂得多。在接下来的几章里，我们会继续探讨冰川消融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。你会发现，冰川的消失不仅会改变气候，还会引发物种灭绝的连锁反应，最终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。第4章，物种灭绝链，从企鹅到人类的生存崩盘。让我们把目光从海洋转向陆地，从气候转向生命。在这一章里，我们会看到，冰川消融不仅是一个物理现象，更是生物大灭绝的扳机。首先，让我们认识一下那些最直接受到冰川消融影响的动物：企鹅、海豹、北极熊。企鹅，这些黑白相间的可爱生物是南极的象征。但你可能不知道，大多数企鹅种类的繁殖都依赖于冰川。
帝企鹅尤其如此。它们在冰面上繁殖，在冰层下觅食。冰川是它们的家，是它们的托儿所，是它们生存的根基。但是，随着海冰的消融，帝企鹅的繁殖地正在急剧减少。2022年，一项研究显示，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，到2100年，帝企鹅可能会减少90%以上。一些栖息地已经出现了企鹅群体的大规模崩溃。海豹同样面临困境，海豹妈妈会在冰面上分娩，幼崽需要在冰面上成长，但当冰面消融，幼崽会直接落入水中，死亡率急剧上升。一些种类的海豹数量在过去几十年里已经减少了50%以上。然后是北极熊，北极熊是冰川消融的标志性受害者，这一点已经广为人知。北极熊需要在海冰上捕猎海豹，但随着海冰的消融，它们的狩猎季节越来越短，食物越来越难以获得。科学家们已经观察到北极熊体重下降、繁殖率降低、死亡率上升的现象。在一些地区，北极熊甚至开始出现在人类居住区寻找食物。但是，冰川消融对生物的影响远不止于这些直接依赖冰雪的动物。让我们把视线转向海洋。当高山冰川消融，大量的融水会携带大量营养物质注入海洋。表面上看，这似乎是好事。更多的营养意味着更多的浮游植物，意味着更丰富的海洋生态系统。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科学家们发现，这种肥沃可能会造成生态失衡。大量的营养物质可能引发有害藻华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赤潮。这些有害藻华会消耗水中的氧气，产生毒素，杀死鱼类和其他海洋生物，对沿海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。而且，冰川融水是淡水，会降低河口和近海地区的盐度，这会改变海洋生物的生存环境，一些物种可能会因此迁移或消失。现在，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，安第斯山脉。2024年，委内瑞拉成为了第一个失去所有冰川的安第斯国家，但这只是一个开始。科学家们警告，到本世纪末，安第斯山脉的大部分冰川可能会消失。这些冰川是南美洲多条重要河流的源头，供应着数千万人的用水。当冰川消失，受影响的不仅是动物，还有我们人类自己。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事实。人类依赖的淡水资源中，约70%储存于冰川。亚洲的恒河、长江、黄河，美洲的亚马逊河，欧洲的莱茵河，它们的源头都在冰川。当冰川消融，这些河流的水量会在短期内增加，然后急剧减少，数十亿人将面临饮用水危机。物种灭绝从来不是单选题，当生态系统的某个环节断裂，整个系统都会受到影响。北极熊的困境只是一个开始，当最后一只北极熊倒下，人类已经在为自己挖掘坟墓。这句话听起来有些刺耳，但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真理：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整体，我们无法独自生存。在下一章里，我们会看到，这种生存危机不仅影响个体，还会引发整个文明层面的大规模迁徙。10亿人的大逃荒
将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战。第5章：文明迁徙。全球约15亿人生活在海拔不足10米的沿海地区，这个数字可能还不够直观，让我来解释一下。如果海平面上升60米，这15亿人将全部失去家园。这不是搬家那么简单，土地消失，文化湮灭，国家间资源争夺引发的冲突将史无前例。让我们来看看一些具体的例子。孟加拉国，这个拥有约 1.7 亿人口的国家，大部分领土海拔不足10米。如果海平面上升，这个国家可能被海水完全吞没。孟加拉国的人们会去哪里？他们的命运将如何？这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，而是整个南亚乃至全球的问题。荷兰，这个以围海造田著称的国家，约有一半的国土低于海平面。几百年来，荷兰人修建了复杂的水利系统与海水搏斗，但当海平面上升的速度超过排水系统的能力，荷兰可能会失去它一半的土地。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。美国东海岸，纽约、华盛顿、迈阿密等重要城市都面临被淹的风险。这些城市是美国经济文化的核心，它们的消失将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，而这些城市的居民将成为气候难民，流离失所。你可能会想，这些都还很遥远，是几百年后的事情，但实际上，气候难民已经在产生。沿海地区的居民已经开始感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影响，土地盐碱化，风暴潮越来越频繁，地下水被海水污染，这些问题已经在一些地区变得严重。而且，气候难民与传统难民不同，他们没有国籍，没有明确的接收国，他们的困境是全球性的，却难以获得国际社会的足够关注和帮助。联合国难民署估计，到2050年，气候难民可能达到数亿人，但实际数字可能远超这个估计，因为很多受影响的人还没有被正式登记为难民。这些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？资源竞争加剧，社会冲突激化，政治不稳定，这些都不是危言耸听。历史上，因为环境变化导致的文明崩溃并不罕见。玛雅文明的消失，部分原因就是干旱。现在，我们可能正在重蹈覆辙，只是规模更大，速度更快。当海水吞没你的城市，你才会明白，不是你在逃离冰川，是冰川在驱逐人类。这句话可能是对未来最准确的描述之一。但是，让我们把视线从人类的困境转向一个更加深远的视角。在下一章里，我们会发现，冰川不仅是我们生存的基础，更是我们了解过去的钥匙。它的消失，意味着我们可能永远失去一些宝贵的东西。第6章，时间胶囊的终结。在这一章里，让我们来聊聊一个可能会让科学家们痛心疾首的事实：冰川是地球的时间胶囊，而我们正在亲手销毁它。想象一下，你有一本记录了地球过去50万年历史的日记本，这本日记本不是用纸做的，而是用冰做的。这本日记本就在南北极的冰盖里，在那些我们正在加速消融的冰川里，科学家们从冰川中钻取冰芯，这些冰芯就像树木的年轮一样，
一层一层地记录着过去的气候信息。冰芯中含有微小的气泡，这些气泡保存了数十万年前的大气成分。通过分析这些气泡，科学家们可以知道过去空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、甲烷的含量，甚至是有没有火山爆发带来的尘埃。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们把冰川称为地球气候档案馆，它保存的信息对于我们理解地球的气候历史、预测未来的气候变化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。1980年代，科学家们在南极的沃斯托克冰芯中获取了约16万年前的冰层记录。这项发现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过去几个冰期间的变化周期，为气候变化理论提供了关键证据。这项发现也让我们知道，现在的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是过去80万年中最高的。但是，这些珍贵的档案正在消失，每融化一块冰川，我们就失去了一段地球的历史。那些记录在过去中的答案可能永远无法找回。更加令人不安的是，科学家们在冰川中发现了更加惊人的东西——远古的微生物。在北极和南极的冰川中，科学家们发现了沉睡数万甚至数十万年的细菌和病毒。这些微生物在极寒的环境中处于休眠状态，但并没有死亡。当它们被解冻，它们有可能会复活。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，但实际上已经在实验室中发生。2016年，科学家们从西伯利亚的永久冻土层中复活了一种被冰封了3万年的病毒。虽然这种病毒对人类无害，但这个发现让我们意识到，气候变化可能会释放出我们从未面对过的病原体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某种古老的病毒被释放，而现代人类对它没有任何免疫力，会发生什么？这不是杞人忧天，而是科学家们正在认真考虑的风险。现在，让我们从过去转向现在，再从现在转向未来。第四纪是地球历史上最新的一个时期，开始于约260万年前。在这个时期，人类进化出了现代人的祖先，并逐渐发展出文明。可以说，人类文明是在第四纪的坚冰期中诞生的，而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是第四纪的一个坚冰期。这个坚冰期开始于约17000年，当时最后一个大冰期结束，冰川开始消退。正是在这个时期，人类学会了农业，学会了冶金，学会了建造城市，创造了灿烂的文明。但是现在发生的一切可能正在结束这个坚冰期。全球气温的持续上升，冰川的加速消融，海平面的不断上涨，这些都预示着气候系统可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状态。一些科学家警告说，我们可能正在见证第四纪的终结。第四纪的结束意味着什么？没有人知道确切的答案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那将是一个我们从未经历过的世界，一个没有冰川的地球，一个海平面上升几十米的地球，一个气候完全不同的地球。冰川是地球写给未来的一封信，而我们正急着把它烧掉，连同所有答案一起。这可能是对当前情况最准确的描述。但是，即使在这种时刻，希望也从未完全熄灭。在最后一章里，我们会讨论，尽管灾难可能无法完全避免，但人类的觉醒和行动
仍然可以改变我们的未来。第7章，绝望中的微光。现在，让我们来聊聊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话题——希望。我知道，在刚刚，我给你展示了一幅可能让人感到沉重的图景：海平面上升，气候系统崩溃，物种灭绝，大规模人口迁移。这些画面确实令人担忧，但是，请允许我在这个时刻带给你一些不同的东西。首先，让我们来看看积极的一面。2024年，虽然多项气候指标爆表，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全人类的觉醒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气候变化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采取行动。从个人层面的垃圾分类、低碳出行，到企业层面的绿色转型、可再生能源发展，再到政府层面的气候政策，国际合作，人类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应对这个挑战。逆转一些气候变化需要数百年甚至数千年，我们无法在一夜之间解决所有问题，但是我们已经开始行动了。这个开始本身就是希望的源泉。让我告诉你一些令人振奋的消息：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在过去10年里急剧下降，太阳能和风能已经变得比化石燃料更加便宜。这意味着，即使没有政策推动，市场力量也在推动能源转型。一些国家已经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，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。电动汽车正在快速普及，在一些国家，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已经超过传统燃油汽车。这意味着交通领域的碳排放正在减少，森林正在重新生长。在一些地区，人们正在积极植树造林，恢复生态系统。森林是地球的肺，也是吸收二氧化碳的重要碳汇。技术在进步，碳捕获和封存技术正在发展，虽然还不够成熟，但显示出巨大的潜力。气候工程的研究也在进行，虽然充满争议，但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备选方案。这些变化可能还不够快，不够彻底，但是它们代表着方向正确。重要的是，我们已经开始了，而不是放弃。冰川会融化，但人类不会融化。我们唯一的机会是在绝望之前先唤醒希望。现在，请好好休息，明天醒来，让我们一起为这个星球做些什么。